家好，现在我在沿河县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住宿在沿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乘坐这个船呢，然后经过乌江三峡，去到我那几户人家的山脚下，然后步行呢，才能到他们那里去探访。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沿河哈，真的是非常漂亮，云雾缭绕，对不对？青山绿水，这个峡谷之内一路风光无限好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船，这个船呢继续往下游走。这个地方风光无限哈，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要沿着这个崖壁爬上去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这边以前还修有一个亭子。哇，现在咱们要从这里攀爬悬崖峭壁，怎么感觉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个上面，这个楼梯都是杂草丛生啊。我天哪，怎么像走无人村一样的感觉？我们本来是去探访悬崖上那几户还有人居住的人家，结果我们坐船来的时候地方给下错了，妈呀，走到这个大森林里边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天绝对是走错了，还得在这边耽误一天，然后明天再来一遍。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咱们现在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点带这个悬崖峭壁的。我就佩服这里面居住的人啊，他们的祖辈祖先，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种峡谷里面来居住呢？走哪里都走不出去。他这个地方的话，随便走哪里的话都是很难走出去的呀。哎呀，到这个峡谷底部了，这里的环境好好啊，朋友们看看，上面都是高山、崖壁，那种石头山很漂亮，云雾缭绕的。咦，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房子吗？这里，过去看一下。这个河谷这么深，竟然现在没有水，可见这个去年的这个天干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像这种地方，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两边的水会有老高了，但你看现在竟然是干的。哇，这个地方环境才是幽静啊！我的天哪，后山全部是崖壁，一个很深的峡谷进去，这里面好像是还有好多房子，但是已经是这个无人村了。这个房子修的位置，大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很漂亮？环境特别好，然后它这个房子的后面全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峭壁啊。这一栋房子它正好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底端。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这里面是很深的一道峡谷，然后这边也是高山，它的这个对面也是高山，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座石山，然后这里就是像开的一个天门一样，很美啊。这里一座山，这个下边呢是乌江啊。从乌江走进来，我们刚刚大概是走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走了40多分钟，然后就走进来看到这个悬崖下边这一栋房子。我们走下面去稍微的看一下哈，这地方太漂亮了，感觉这一户人家都是大户人家呀。他还做了这个吊脚楼厢房，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么高的这个石柱给它撑起来的。这个下方的话可能是以前养一点牛啊什么的，养牛的这种，这个石坎呢砌了这么高，我感觉以前的人真是有闲工夫吧。他这边这几间的话，他是养猪养牛的，好像有4、5间的这个猪牛圈。然后人呢，他是住在这里的，他这个房子建的非常的奇特啊，它是横着建的，它不是靠山而建，它是这样竖过来建的。那么人是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它这儿有一个吊脚楼啊。如果说咱们空余时间，可能就在这个吊脚楼这里搭一个台子，然后在这里品茶，是不是特别享受的一种生活？看到这个山峦叠翠啊，云雾缭绕的这种如人间仙境一般的这种环境，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亲近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房屋这里啊，还有放鞭炮的这个痕迹啊，这个鞭炮感觉可能就是最近1年还是说今年放的，或许是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热闹一下啊。然后这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子，但是它这个房子修建呢，它不是这样顺山建的，而是这样侧着建的。这边是大门，对吧？3间房建在这里，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吊脚楼。下边可能我猜测以前可能是喂牛的，然后这个上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茶亭，对不对？闲暇之余在这个地方啊，可以泡点茶，是不是特别幽静？主要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特别适合清修的好地方。我们这个房屋的后山都是连绵不绝的这种高山，还有崖壁，对吧？然后前方呢是一个大峡谷啊，从这里一直走出去。就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大概是走40分钟左右就到这里，那么就可以到乌江，然后就可以坐船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面，这边像开的一道山门一样，是不是非常漂亮？上面像一个石头人，很美。然后它的房子的正前方呢，这里有一大片的平地，再进去呢就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村，基本上是没有人踏足。因为你步行都来不了这个地方啊，你必须是通过这个乌江坐船，对吧？到我们坐船坐到我们下船的那个地方呢，才能走路上来。就是通过别的地方，任何地方你都来不了这里，因为左边、右边都是高高的这个崖壁，包括这个峡谷底端的那边呢，也是高山这个崖壁，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来，只有通过江边坐船才能到这里。所以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个主人家就不应该走啊，就应该在这里清修，对吧？而且交通，说到交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走个40分钟就可以坐船的话，我觉得还行。走到这里你都不想离开，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这个地方太漂亮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建房子的这个一圈啊，全部是这个高的石坎。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石坎呢？因为他独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里呢，有很多的这个野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可能会来骚扰，所以呢，他建一个坎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他的房子后方是悬崖峭壁，房子的前面的这个半包围呢又是很高的这个石坎，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动物呢它就上不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把房子建在这个平缓的地方，而是在这个地方筑了石坎，然后再把房子建在上面？它就是这个道理哈，为了防止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啊啥的。今天呢，本来是要探访另外几户人家的，结果咱们坐船坐超过了，所以来到了这个峡谷。那么在这个峡谷呢，也有意外收获啊，发现了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而且那个房子呢，我看着还行，真的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咱们要到这里来呢，必须是通过江上坐船才能到这里。那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清静、幽静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那坐船的人他也不可能到里面来找你。从这个咱们下船的地方来到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是走40分钟。我跟你们说句内心话哈，如果说等我老了，我真的是希望我有这么一片地方，在这里悠闲的去回顾自己的人生，对不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观景。假如说我们要出去呢，就步行下去，坐船呢也是能够到县城。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马上要赶到江边去，因为呢要等下一班船过来。如果说我们错过了12点多的那班船，我们就要露宿荒野了，所以不能错过那个时间。咱们这个下期再见吧。明天呢，我们继续坐这个船过来，去探访那几户我们想去探访的人家。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关注。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
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呀，草王坝村的村民呀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曲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曲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曲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2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2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王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2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2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
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这个地方呢是雾川和凤冈的交界处，看到没有？这个石头就在这里，咱们来看一看。走到这个石头跟前，发现这个石头还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目测呢，应该是有25000多斤重吧。那么它这个下面是非常的细小，整个上面呢是比较大，这个两边呢都是凸出来很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够掌握这个平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啊，非常的大。刚刚我说的是2万多斤啊，我可能感觉会不止。诶，这个视角比较奇特哈，我给大家好好的摆一个角度，你看看，这样子来拍摄的话，我们这个左边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的人脸？这里是一个鹰钩鼻，对吧？好像这个头部呢是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里，好像凸出来的一个猴子的一个脸的形状。你们觉得像不像啊？我感觉反正走到这个角度啊，我就看着这个视角非常的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底角的这个位置啊。石头这一块虽然是平坦的，但是它和上边这个巨大的石头，它的接触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摇晃的一个原因。那么你看看这里啊，缝隙都已经比较大了，还有这边这里啊，看看这个缝隙，实际上呢都已经延伸过去，直接破开了。那么相当于这个左侧这一块这个石头有点险峻啊，有可能随时都有掉下来的这种可能，所以说还是尽量的少在这个底下去玩耍哈。那么从这个位置来看啊，你看这下边都是有缝隙的，它相当于只有这一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着力点。这个石头呢，他们当地的人啊，把它称为这个风洞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稍微刮的大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石头呢都会闻风而动。现在呢这个石头是没有动的，大家来看看，我来推一下，它会不会动啊？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整幅？是不是动得非常的厉害？当然，这个来推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个巧劲的，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要力量重一点，然后来推一下。我真的担心我把它推倒过去啊！但是大家看了这个结构之后呢，你没有一定的力量呢，可能还是推不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那个位置啊，它是垫呢中间一条线垫在这个石头上的，那么两边呢这个石头都是平的，你把它推过去之后，它有一边正好卡住的时候呢，它就要回弹了，大概5公分的这么一个整幅吧。一到了这个整幅呢，就是最大整幅，它就这样自己晃起来了啊，还是非常的神奇啊。如果说有个10个8个人来推一下，我感觉是有可能把它推倒的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尝试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垫一个石头垫着，你再去推的话，可能就推不动。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透光的，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啊，它都是透光可以透得过去的，这边也是透过去的，所以它其实只有中间这一点呢，它是垫在这个石头上的。所以这种大自然呢还是比较奇特的，而这个石头呢，真的是看去摇摇欲坠啊。我们看看，尤其是这一边，因为这个下边呢都已经裂了一道缝，看到没有？这一块啊，从这个位置这一块啊，感觉真的是稍微用一点大的力的话，都很有可能掉下来。一旦这一块掉下来的话，这个石头整个石头就会失去平衡，有可能呢就往后边倒过去了，这个咱也说不清楚。反正尽量的保护吧，尽量的不要让它倒下来。在遵义市汇川区仁江村的一处崖壁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列有序的山洞，大大小小23个洞口并列成一排，看去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据了解，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军械库。1938年，广西第42兵工厂迁至遵义，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不得已才将机械库修建在这崖壁之中。当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千人同时作业，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纯手工打造，规模之庞大，几乎将整座山体掏空，半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下这一排洞口的地方，走，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它这边这儿呢是有一道门的哈，有一道门进去呢就可以到里面的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牌子啊，排子洞抗战军械库旧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它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哈，在这个石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钢钎呀、战纸打过的这些印记啊，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上千人在这里面作业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下水道吧，它这个是做的下水道，然后这个隧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2米多一点的宽度，这个高度呢，大概可能有个3米多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了第1间的这个储藏间，这个就比较大哈，它像一个桥洞的这个圆弧形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个房间一样，但是这里其实是整个岩石山体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石壁上的话，都留下了很多钢钎呐、这个站址的这么一些印记啊。我呢其实参与过这种爆破山体的这种实践的，所以说我大概知道它这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当然，就是最原始的工具，像钢钎啊、二锤啊、铁锹啊这些东西，但是也会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些火药，比如说我们要开凿这么一个隧洞，对吧？那可能边上呢要用手工砸掉一块下来，那我们再从另一边呢打孔啊，然后呢计算出这个需要的火药的量，然后呢再往里面把这一块呢给它震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来挖这个隧道这么一个过程啊。这边这个房间呢就建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它是一格一格隔开的。也不知道以前它是做什么的，还是后来又怎么改进的，也不知道哈。哎，对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地方我上去指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上面没有，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孔洞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孔洞。那这个孔洞是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往里面砸一个洞啊，用那个钢钎去敲一个洞之后呢，把这个火药干嘛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去一块一块的震下来。这也验证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然后这边到这个洞口来我们往外面看一下。啊，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风景是真好啊。以当时的基建能力开凿这么大的工程真是了不起。这里的每一个刀痕，每一个痕迹呢，都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行走在这个步道上每一步都感觉到这个工程的伟大。这个过道它总的有150米长，那么它这个建设方式呢也比较奇特。内侧是过道，外侧呢是房间。总的呢有23个洞口，分别被隔成了19个储藏间。那为什么这个外侧会建这个房间，内侧是过道呢？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里面呢是堆放的这个兵器包括枪支弹药这些各种各样的兵器，它的操作呢是要非常精细化的。那我觉得呢是洞口，我觉得这个储藏间在外面呢，很有可能是光线的一个原因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我走了好一会儿还没走到，这里才走到什么第10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才走9间，它这个编号呢是往那边是大号，这边是小号我们现在相当于才走一半所以说还是特别特别长的。它的每一间呢差不多也都是这个造型吧，因为这个造型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造型。这里是原料仓库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仓库？药品仓库是吧？它这个每一间的作用都不一样的，像这里的话是成品仓库，它可能就是堆放那个枪支弹药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就从另外一侧呢这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通道，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洞口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23个洞穴呢，它是这个房间呢是在这个崖壁的脚下，然后呢在里面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19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工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抗日战争之后在1966年的时候，沈阳的飞机场搬到遵义，然后第5709的生产车间呢就被放在了牌子洞。当时在这里是生产和维修航空雷达探测器的。
排子洞因战争而建，因和平而显，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默默无闻中又透露着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止步于和平年代，同时呢，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这段艰难的历史，记得在中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排子洞，记得祖辈挥洒过的热血、泪水和汗水。最后，希望不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开阳县的大山里，我们的无人机发现了一处特别奇葩的养殖场，远处看去就像是挂在了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真的非常漂亮，在悬崖峭壁的中间冒出来一股洞泉，建养殖场正好将这一股泉水分散开来，形成了下面这样的扇形瀑布，看去啊真是美不胜收。我们注意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建在峭壁上，所以公路无法到达。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河边有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交通工具。顺着小船的地方向上走石梯就能到达养殖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别奇葩的养殖场，里面养殖的都是中华熊，而搭着棚的地方下面养殖的应该是娃娃鱼。这个场地啊真是绝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般的地方。我比较好奇啊，这个老板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地方的？太奇幻了。据说这儿养殖的娃娃鱼和中华熊是出口到国外，人家完全不愁销路的。而且这儿真的非常隐蔽，不走水路，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里。我们也是用无人机无意间发现的，然后步行到这个山顶呢，才能看到这么震撼的场景。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地方，整个养殖场的位置上方是悬崖峭壁，养殖场下方的这个地块从周围的地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土块。如果没有人在这里建养殖场加固这个场地，或许这个土块已经不存在了，咱们也就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不对这股水流进行分散处理，沟壑会被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快，泥土就会被大量带走。特别是在涨洪水的季节，水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呀，人与自然它是一个共生循环的关系，对吧？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人为在这里加固地块，或许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场景。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才让这个地方呢更加漂亮，更加的生机勃勃。大家说是不是？即使是这样呢，这里的泥土依然在慢慢的消失。
伤痕。大家好，刚刚我在对面飞航拍的时候啊，发现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洞里面呢还住有一户人家，好像看到还有一个年轻人在那端着碗吃饭。走，咱们上去探访一下。就在前面这里啊，大家看一下，住在这个岩洞的位置的，然后这里有个停车位，车子停一下。吃饭没有？正在吃。你这个位置还矮哟，住在这个矮矮角角。哎呦，你看起还年轻的嘛？我不抽，谢谢。40多哈。你这个房子搞在这里好久了啊？我一直都在这儿，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的。你在这儿生长的？你也干了？他们我有姐姐嘛，他们嫁出去。嫁出去了？哦，这没先过世了嘛，这个我。土墙的话是以前你父辈他们整的？以前他们整的，以前种这个的土墙，因为修工了，我们在城里面我出去打工去了嘛，他们因为说没有住的了，他们就把墙就整工了。回来我钱也没找到，我就回来就只有还在这山头。你出去好年了吧？这就是。那你哪个时候回来的？2014年回来。就说14年之前的10多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那你14年回来就住这儿呢？啊。你也干了吗？我一个人。媳妇呢？媳妇嘛，看了我没得嘛，走了噻。有个小孩嘛，小孩是我也好小孩嘛，让我姐姐找，我姐姐看了我没办法的嘛，我姐姐帮我抚养。媳妇呢看到这里，条件太差了，然后跑出来。就走了。等于带个娃儿，娃儿跟着你姐姐。你没出去噻？没有出去。哦。都一直就在这里面。电也没得，我们这个。那你这个电也没得，你用太阳能啦？你这是太阳能的嘛？就用太阳能来造电。那你为啥没电的哟？父亲那个时候嘛，有点稍微有过嘛，60个位是哦，就说就没过问这个电。我们一直在城里面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嘛，租房子个我就没过问那个电的问题。噻，后来这个农工改造嘛，我们也没过来，因为我那个时候嘛，年轻时候就只晓得玩，只晓得那个嘛，就说成熟的晚一点哈。我们那个时候嘛，成熟的晚一点嘛，就没想到这后面造些个就知道的是没想到。城里面没得房子的呀？没得，我现在是找10块钱用10块钱，有时候还自己的小孩嘛，虽然是带我姐姐家嘛有个女孩子嘛，我是女孩子嘛，带我姐姐家嘛，还是有时候不管多多少少嘛，在那里。你小孩好大了呀？现在有都10多岁了。反正一直跟着你姐姐。确实，跟到你这儿你没法住的呀。是的，有个时候又是个女孩子，二没崩溃，弄子矮矮的，还不是你眼不这个，那种女孩子也不一样，一天天她又大了。对，带读书没得呀？带读书。要带读书就好。带读书。那你就要出去找点钱，好好的把它供下来，对吧？女孩子也要好好的供啊。我那天出去，我今年在爷爷的时候，我都出去来，我都。都还是找了1万多块钱，我拿点账嘛，拿点账我就找点账，找点钱就还债头，还我贷款去了。你出去打工啷个会欠贷款啊？哎呀，太搞定！我出去厂里面，手机被盗了，没手机的，我好像有时候打电话有个不方便哦。我有个四川的有个老乡，有个女孩子，四川的有个老乡，他来卖手机了，
他有时候喊我以前嘛没有带那个分期付款金嘛，就推行那个身份证上面我一个。我又给妈，我就给拿了，我又给带，我又拿了个手机，拿了手机嘛4000多块钱，他又是那个打了我10几嘛，我又没还上，把我叫上我就欠起了。后头那边厂头我工资一厂里面工资一斤都不发，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那个时候，几个月没发工资嘛，我没办法的，我就只有自动离职，我2、3个都自动离职了。我厂头嘛，当官的就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喷漆的技术啊，家具厂的面积。就在家具厂喷那个家具的漆。面漆。就是我本来出亏了几，我原来弄来出亏。我技术上。要把我这个身体伤害了不？我本来一直来，身上那里喷家具，就是现在我每年我都会招来，现在我肺越来越严重。就是肺上有问题啊？就是喷那个漆灶的。就是喷那个漆灶的10多年了，因为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现在精神上面、哪方面都很差，所以才能找我停业，是我影响。那你现在啷个办呢？接下来？现在我又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走一步算一步。能就是说能好身体能支持的项目，我都去上海看点竹子来卖。看点竹子来卖。能出去打工的我都要去，我都想去。那你现在下重的那些行不行啊？下很重不得行，但是一般的重还是可以的。就是肺部不是很好。精神很差了。然后手啊有时木的，没知，倒不是完全没知觉哈，好像都是麻木的，手脚都是带的麻木。你晓得天麻不？天麻晓得。你晓得天麻哈？我车子里有天麻，我拿点给你。真的。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哇！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我拿点天麻给你。这个哥们儿正好他手脚有一点这个问题，我车子里面正好带有天麻，我给他一点。我正好带的有，我拿点给你，你可以看点肉来炖来吃，可以买点那个排骨啦，或者你周边这些那家有鸡啊，你可以搞点来，把这个炖在一起吃。你把盆盆拿过来吧。你一个人的话，我给你多拿点。只连天麻那有3斤多了，3斤多4斤了。你拿来炖的时候，那你一炖半斤就行了，你可以炖好几次啊。一炖你炖2个都可以啊。你一个人的半个月都够吃了。你半个月之内把它吃完，2天测试2天测试你都够了。你直接拿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放在2天挨个就行了，它就可以了。不用感谢。那我都不耍了，走了。加油，把身体搞好，然后出去赚点钱。有机会了还可以谈个媳妇儿，然后早点把娃儿这个供起来。这个人生这几十年真的不容易。对。我说的，能有1分钱我都让小孩，是因为是自己的。你不要去想，我跟你说嘛哈，我感觉你是很聪明的人。就是不要去想很多不公平的事，或者说消极的东西，你就是加油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然后该出去打工，该赚钱，把娃儿供起来，然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才40岁多点儿，年纪还轻，是不是？加油！那我先走了哈。大家好，我是阿泰。这一站贵州，我要带大家去10千泡冬季温泉，据说非常的舒服。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眼前这片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叫狮场寨，位于贵州10千县花桥镇。据说呀，这是一个老人长寿的村寨，而长寿的秘密呢，跟他们经常泡温泉有关。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寨啊，在这个寨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木房子哦。
这边有个老人家，找他聊两句。吃饭没啊，老人家？吃饭没得呀？吃了。吃了。吃了。来问下你们这边那个温泉呐？温泉？啊。走里去了。走里头去是吧？哦，走里头，这是可以的啊，就跟到马路里去啊。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哪个？我说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然后我是天天去的，我干天包一去。隔天没去。我最近这手指有点痛，天天去烫，天天去烫，好了没事了。哦，你好大年纪的？我不是啊。啊。我73了。73了。看起你硬扎得很呐。然后说啊，像我就是说话你坦白。啊。这我是你再来嘛，你要如果说我做起来，你可以死了就是死的了。我不能当我主家伙啊，身体一般的，身体一般的。身体没事哈。跟经常泡温泉还是有关系哈。身体好的话。有好处啊。有好处哈。哦。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真的好啊，在子面前就是一条宽宽的河，这条河呢叫做凯霞河啊。我们要去的温泉呢，就是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在这个峡谷内部。我的这个膝盖呢也是发热，一直不好啊。我们也到温泉那儿呢，正好去体验一下。这个下边呢就是温泉，因为只有一个泉眼和池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男女分开洗澡的时间表。不过呀，村民大多不按这个时间来，而是采取先到先洗的方式。这个是一拨人洗了之后，又要把这个清洗一下，是吧？再换水。啊，哇，这个水最少有个45、6度吧？你们这个村里的人有福啊，天天在这里泡温泉。这个水是不是你们几时以来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啊？他昨天下了大雨，今天那些啊阴烫得很。我跟热水一闪，哦。哦。涨水了反而还要烫脸。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温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特别特别烫。然后我现在准备在这里烫一下我的膝盖，我感觉我有点吃不消，太烫了，50度可能差不多，50度。这个温泉泡的是真的舒服，不跟大家开玩笑。还有就是在涨水的时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水会很大，而且也会更烫。说起来，温泉的形成也是令人惊叹不已啊！数万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这片土地下，地表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加热了这些矿泉水，造就了10千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石阡县的10里8乡中啊，有20多处温泉。如果你喜欢泡天然温泉，不妨来石阡泡一泡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赤水的深山里，在我身后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水帘洞。这个洞中呢，住着2位70岁的老人家。哇，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走，大家跟我一起上去探访一下。要上到这个水帘洞呢，要穿过这一片竹林啊，这些石梯呢，也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安上去的。当时安装这个石梯的时候也是挺费劲的吧？你们看这个步梯吧，这么陡峭，这种环境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有竹林，就是这个楼梯真的是难爬呀，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我是第2次来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不管第几次来啊，这个地方都会给你非常新鲜的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宽大的哦，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帘，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水帘洞啊。这边它放了很多的竹竿啊，可能是冬天烧火呀什么的用的。大家可以看，这里还喂了过年要杀的肥猪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矮一点吧，大概是2米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从这里步行过来啊，它这个地方外面是没有这个栏杆的，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这外面的话有2-3米高，但是这里的话，我可能就要扛着啊，这样才能走得过去。因为这个地方呢，只有大概1.67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子，当然这边呢。是有栏杆的哈，居住的地方是有栏杆的，只是这个过来这个通道呢，这个边上没有做栏杆。这个叔叔阿姨是非常的勤劳的啊，洞穴里面堆了很多的木材啊，烧火煮猪食用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你们的腊肉我今天上回来，这里还有腊肉了。吃完了哈。哦，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水帘洞人家啊，在叔叔们家这里吃饭，现在正在炒菜。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不是说会不会压抑？不会的啊，这地方以前吊的是腊肉。这里是内檐，那外檐的高度有3-4米啊，所以说很大的空间啊，不存在压抑的问题。这个外面呢就是水帘洞，你们不知道住在这里什么感觉啊？住在这里一出门的话就是水帘，是吧？很舒服的地方。这个厨房也特别宽大。要吃饭了已经，我啊，我不喝酒，不喝酒。你要吃酒啊？一天3顿都要吃。这今天跑到这里来吃饭来了。人家吃完嘞，没吃完，那就吃完了哈。你待会儿跟我一路下去，我拿瓶酒给你啊。我有酒啊。哎，你不直接有酒？有酒。我叔叔讲的意思，过了年之后，等天气好了，我在这里住给过包烟。让你不能熬着。喊几个人也入来，住他个过包烟，然后在那搭帐篷。啊。你不能熬着这人的。你们四弟兄啊，他们几个在拿这儿搬出去了啊？搬出去好久了啊？有些10几年了，有10年。这好几年有10年了。都20年了哈。我们都搬到这边过包头，那些按修公路他们占着了，我们在这边亏10年。他修公路，那个修公路把房子占了，赔你们好钱嘛？赔到赔满，赔都稍微了一口。赔了又该卖房子了哈。他们在这边给弄一口。哦。但土地的话有40几万。土地哈，房子哈，40几万。正好买房子，买了他都还可以剩点哈。不要等他们落水。我是那儿土豆了。最起码对于你们2个来说嘛，现在没得负担的了噻，是不是嘛？我们没负担的，那天就让他在这里休闲的在这里耍就行了。没得住点住不得耍。我跟这个叔叔阿姨商量了一下哈，过了年到这个天气好了之后，然后我准备叫个3、5好友的，在这个地方来隐居个个把月。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一起的？报名哦，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搭个帐篷，对吧？然后跟他们在这里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水帘洞中生活怎么样？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说这个地方居住合不合法？我告诉你们吧。人家已经住了5代人啊，100多年的时间，你们说呢？对吧？而且这个叔叔呢，他们是4兄弟，相当于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是有4兄弟的，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然后其他的3兄弟呢是分布在这个周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住在河边去了，但是后来修公路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房屋给占了。
所以说呢，他们又回到这个山洞居住，然后小的呢就去赤水买房子住在赤水里面了。居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那种仙境一般，能够欣赏到前面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山水，下方呢就是赤水河。最重要的是，这个门前呢就有一挂水帘瀑布流下来，栩栩如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哈。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水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有10来米宽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水帘流下来，非常的美。这是叔叔家喂的一个小狗啊，我感觉我来这里一会儿都跟它比较熟了。这个叔叔家养了现在有4、5只猫，都类似于野猫一样的，是那种狸花猫啊，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那种。你们有喜欢养猫的，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带一只啊。我跟大家讲，那边的话就是叔叔阿姨住的地方，这一间的话就是厨房。然后他这边有一间房子，有2间房子啊，里面呢是有2张床。我的意思呢，到时候我来隐居就住这里啊。正好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门前的这个水帘，就是洞门口的这个水帘。假如说有人想跟我一起来隐居在这个水帘洞的，大家可以报名啊，到时候跟我一起到这里来隐居。等今年过完年之后，明年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今天不在这里待太久了啊，在叔叔家把饭也吃了，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到下面去。我车子里面装有天麻嘛，给他一点天麻，然后他们到时候拿来杀猪的时候炖猪肉吃。这酒拿一瓶给你。这个酒也是好酒哎，再给你搞点天麻。走车子。哦。在哪里？好了。再拿几个，再拿几个。好了，没事，再拿2个。这好玩的。我带起有用的。现在那你慢慢的去啊，我就回去了，过2年再来，你再说。那你慢点喽。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山梁上，竟然发现有一个寨门。这个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处，我站的位置呢是贵州习水县三岔河镇的天水池村。翻过这一片山呢，对面就是四川。这个山顶上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山上冒出来一个石笋，酷似一个石头人。那今天呢，阿泰就带大家一起进山去一探究竟。这个峡谷里面还真是漂亮啊！我现在已经在走步行小道进山了，从这个峡谷进来的。刚刚进来的时候啊，就碰到他们施工的一个开车的，他跟我说车开不进来，结果我走进来才发现车是可以开进来的。然后路上遇到他，他说这里面不让拍照，我估计他们是在开发旅游吧。这一路进来啊，我跟大家说，有起码5、6个地方啊，就是顺着峡谷进来，大概2公里多的一个路程。有5、6个地方，它的那个地貌就类似于赤水的那个佛光岩瀑布的那种形状，有5、6个地方。如果说在夏季的时候，丰水期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地貌的上方都会有水流下来，非常的漂亮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在5、6月的时候啊，真的可以走这条峡谷来看一看，绝对会很壮观。走了2、3公里的峡谷，还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一会儿才能看到那个石笋柱。往往这种比较稀奇古怪、奇特的景观呢，都是在大山深处。哇！已经看到了。不过这里有点远，
看到没有？这个山顶上，看到没有？这还真是一条茶马古道啊！想必在几十年前，云贵两省的百姓主要来往的一个通道啊！啊，要爬这一座高山，我现在才爬到一半。对于这个地方交界的两省百姓来说，这哪里是通道啊？这明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啊！啊，这种峡谷里面的这种小水滴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还继续走啊！对，这条路噻，你们以前一直都走这条路啊？你们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贵州的嘛？天水市啊，那边属于四川。对，你们两边都有很多都有亲戚哈。哦，对，这条路应该是走了好几十年的。100年了。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有恒心、有耐心，像这些石梯步，都是100年前就已经弄好的。多少人踩踏过？看一下，这个表面都是踩的这种光秃秃的。你想象我们人过去只能踩一下，这要多少个脚步的踩踏，才会形成这种光秃秃的这种石头面？这是祖祖辈辈好多代人长期走的一条古道啊！哇，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寨门，我的天！哇，这个寨门应该是修建于上100年前了，正好是拦在这个山梁之上，而且修得非常的厚啊！大家来看一下，修了100多年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修得相当的好啊！这个寨门它是修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正好在这一个山梁上。那么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因为以前这个土匪猖獗嘛，修这一个寨门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挡土匪。这个是两省交界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靠边嘛，管理上也比较薄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经常发现这种抢人抢劫的事件。然后再后来呢，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就在这个地方修筑了这一个寨门，上边呢还有设有哨岗，这就是这个寨门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在这些石头上面，处处都记录了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印记啊。这就是云贵两省的边界，下方是寨门，这边属于四川，看一下，都是荒郊野岭。然后这边属于贵州，同样是荒郊野岭啊。从这个寨门这儿上去呢，就会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那个石头人的位置啊。哇，今天走到这里来，走了1个多小时啊，朋友们，大概接近于4公里多、5公里的一个路程，而且是爬山、爬山再爬山。以前的人是真有恒心啊，在这个相当于锤子的石板上，用战子打了这么多的石梯。哇，到了！哇，就是这个石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巅上的这个石笋啊，真的是非常奇特。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山梁，而且它下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呢刻了好多的字。这些是哪些人来刻的？这也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人刻的，因为这个字的印记啊，都已经是很光滑了。哇，我现在正好坐在这个云贵交界的这个山梁上，
前方这儿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石柱笋，非常的震撼。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整个石头的下方是都比较光滑的，然后正好在这个位置，哇，真的是剑指苍穹，剑指蓝天，非常非常的震撼。它是怎么形成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哈。然后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这儿要特别小心，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有缝隙的，这个石头，对吧？然后这儿呢还有人走上去，这些又刻了好多好多的字，这个都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留下到此一游的这个印记吧。连那个上面都还刻有字，这些人干嘛呢？就在这里刻字。再看一下这边，其实这层石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对吗？这里有很宽的一个缝隙，包括这些地方，包括上面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缝隙啊。朋友们，这个视角太震撼了哈！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我宣布说，你们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原始人的一个头部？看到没有？前边张开的嘴巴，然后鼻子里面还有鼻毛长出来，还有眼睛，对不对？眉骨也很高，头上还带有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一个远古时代的猿人，非常的形象啊。然后有点驼背，对吧？太像了，有没有朋友们？这个视角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啊，因为刚才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视角太牛了。有时候啊，我们真的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我身后的这个石柱笋，它屹立在这个山梁之上，对吧？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正好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一颗20多米高的这个石柱笋。它的形成过程呢，可能也非常的奇妙。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贵州在亿万年前其实是海底世界，对吗？在远古时代水下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可能就有暗流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把这个石头呢进行剥蚀，对吧？进行剥离。那在亿万年前呢，这个海底冒出来，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山峡谷。那么这个石柱笋所在的位置呢，在山梁上。那它又经历过数千万年的这种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不断的慢慢的剥蚀呢，就形成了今天这么绝美的奇观，对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12月15号，我身后这条仁遵新高速呢就正式通车了。原来啊，从遵义到仁怀有70-80公里，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条新高速通车之后呢，只有50多公里。那么现在从遵义到仁怀走这条新高速呢，只要半个小时呢就能够到达。至此呢，遵义到仁怀呀，实现了双高速的通道啊，来回非常的便捷。因为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导航上呢还看不到这条高速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从遵义这边是怎么上的。遵义这边呢，就从中庄上高速，然后往这个高桥方向，中间呢经过这个桃溪互通那里呢，就可以上这条高速。那么这条高速路的编号呢是 G4215，整条高速呢是双向6车道啊，所以说非常的宽敞。它的限速呢是120公里啊，隧道的限速呢也是100。那么这样呢，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安全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高速啊，它这个路面限速是120，但是隧道限速是80，这个跨度有40公里。其实很多人都习惯性的进入隧道之前要急踩刹车什么的，这样呢其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这条路呢，它的鲁路在外面的路面的限速是120公里，隧道的限速是100，所以说基本上是能够匀速的去降速和提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呢更加合理，也更加的安全。那么这一条新高速的贯通呢，也诞生了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大桥，也就是我身后这一座大发曲大桥。这一座大桥，它在同类型桥梁中呢是排名亚洲第1的啊，非常厉害啊。那么也非常荣幸，正好呢我家就住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一座大桥3年多的时间呢，我都记录了它的建设过程。
下面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一座大桥建成的瞬间，一起来感受一下中国基建的魅力。贵州大山一悬崖下发现神秘山洞，洞口竟然有人居住，洞内奇观更是美不胜收。走，今天阿泰带你们进洞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洞口，这个洞口呢是有房子的，有人居住的，在这里养羊，然后那边呢是住房。现在呢，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他们已经在里面开始搭那个竹筏，因为待会儿呢。进洞之后呢，里面有这个水流啊，需要用那个竹筏呢滑进去。人走进去的话，可能需要湿脚啊啥的啊。这个地方呢，竟然还有一道城墙一样的，我感觉以前这里面就可能有住人哦。这个城墙的这个厚度都有2-3米啊。因为在远古时代呢，这个人们没有地方住呢，大多数人呢都选择了这个斜居，是吧？就住在山洞里面。哇，这里面整个进来之后是豁然开朗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平坝啊，很大的一个平坝，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里呢，我来过一次啊，没有遇到主人家。那么这一次呢，是正好他们当地的人有知道我，然后呢就叫我一起过来呢，咱们进洞去看一下。据他们讲的，这个洞里面非常漂亮哈，就从那个地方进洞，说是。不比这个织金洞的那种景观差，所以说我很好奇啊，所以来跟他们一起进洞去看一看。那么如果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水流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包括这些地方呢都会被水淹没。那么现在呢，
正好是冬季。那我们要进去探洞呢，是需要从这个下游往上游走的，所以在夏季这个洞的话是不能去探的，因为难免上游会涨水啊。所以现在冬季呢相对比较安全，那我们呢就可以来进洞去探一探哈，也这个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是吧？这是我们的冯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冯总。大家好，来跟我们的阿泰老弟来我的这个考察一下这个这边陨螺天宇陨螺这个燕子洞啊，这个洞叫燕子洞啊，叫燕子洞，还有对边还有一个朝天洞。哦，对，就是这个对面哈。啊，这上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天生桥。今年这么干的天气啊，这个水都是流淌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冯总是百里杜鹃管理景区的。大家以后要去百里杜鹃看花的话，可以找冯总啊。啊，我这里边主要是管这个绿化。绿化啊，绿化，所有景区绿化都是我在负责。这个是搭的竹筏。搭竹筏。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塘子，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大。哦，这个去人就踩上面去哈。对，再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洞口，那儿呢是水流出来的地方。我们先要从这边爬上去啊，这边爬上去之后看一看这个上面，然后待会儿再回头走那边水流的地方去。哎，哇！我主要是手拿实在背就不好弄，如果在空手车，这简直如履平地啊！啊，进来了。还是相当的险峻的。这下面又是一个大坑洞。这地方确实比较麻烦。哟，一进里面就热烘烘的了。大家看这边有一个洞穴，那我们现在就是只能从这里过去了。哎呦！哎呦！这进入一个大捞汤了，是不是？哎，哎呦，都是水。都是水，而且这个里面出来水过去的这个，一样都不一定。这一条。你要去那边，你能见没有过去。一会儿拿竹筏来打起了。还过这个嘛？哎呦，这个水哟，这个水青丝绿亮的哟，我天！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过不去的。用竹筏了嘛？就用竹筏。就是这里用竹筏，进去看有好远。之前你们进去过没得？没有去过，水都没去过。你们都没进去过？这个地方本来说拿竹筏来划进去，看来这个竹筏承受不了，去不了了，只能换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就是溶洞的河流的出口，感觉就像龙宫入口了哦。这里面竟然有鱼，哇，这个鱼怎么这么漂亮？白色的。看着很像娃娃鱼一样。为什么有这种鱼？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鱼？这个鱼真的很奇特啊，白色的。整个鱼的身体都是像透明的一样，它肉的内部的那些骨刺的那个架都能看得到的，好神奇啊！抓一只能不能抓到？我看一下。哇，抓不到！哇，太神了这种鱼！哇，神奇！哇，你看这里也有一只，天呐，这什么鱼？这什么鱼？太神奇了！走，继续往前走。我的天！
我们都说水清则无鱼，怎么可能？这水这么清，在山洞里面的水它依然有鱼。今天真的是饱眼福了，兄弟们，饱眼福了呀！看一下这个水面，这个是龙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结石吗？这么大一个石头挡在这里。哇，太神奇了！这里好多石头都感觉像化石一样，然后就走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是走在这个地下暗河的河床。这个真的就是几十万年前可能上百万年前是更长时间，它那个河流的高度更高一点，然后河床慢慢的下移，是吧？就形成现在的这种河床，然后这边这些就是河里面的这种沙嘛，应该是这样的吧？摸一下，这个就像瀑布了啊，这个它颜色跟那个里面它也不一样了。看这个上面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啊，细小的纹路，朋友们看一下，它是这种呈细纹状的这种晶体的这种形状，非常漂亮。哇，这个还像一个莲花台呀，这个莲花台。那边这个。这个漂亮啊！有这么一个舞台的话，那不得了啊！这个如果古代的话，这个舞台的话，就要9万多亿了。很漂亮。这个探洞呢，有水的地方呢，也不担心氧气的问题。空气是流通的。如果没有水的溶洞呢，就要小心一点。大家看这个地方啊，它真的就像外面的河流一样的，这边就是属于这种河滩边的这种岩石啊，很神奇。对，然后我们看这个洞厅就知道，这个水流啊，其实是以前它的水位是很高啊，慢慢的沉下来，就是我们贵州的这种喀什的地貌嘛。上亿年前是不是啊？亿万年前，不是贵州的整个贵州都在海底吗？你看这些，它本来也是洞穴，然后水流不断下潜之后呢，就形成这种特别奇特的这种景观啊！哎呀，我们经常说滴水穿石，滴水穿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上全部是这样的孔洞啊，它就是上方的水滴下来滴穿的。看一下这个上方，哇，这个景观也漂亮啊，像从天上升下来的一只佛手。哇，这里面真的是太宽大了，就像我们外面的一条河流一样，只不过呢，这里是在暗洞之中啊。这个地方又穿过一个门。这个门啊，这个地下。哇。它很奇特。这个。哇，这地方。这个千百年前的那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对。这还有个小圈圈，这是什么宝物吗？哇，有个小圈圈。来看一下，兄弟们，这形成了一个小圈圈，好漂亮啊！给它放回原处吧，像一个戒指一样。毛茸茸的那个是沙滩吗？就是这个沙漠里面那个。哇，这个好看呀！溶洞沙漠了。看一下，朋友们看一下，太漂亮了。这里这一块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麦芽糖一样，特别像。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精彩啊？这个地方的颜色不一样，我还以为这里面装有灯呢，我第一眼看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哇，这个漂亮啊，它是2种颜色的，然后接到这里的。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还以为这个地方装有灯的那种感觉。
哇，这一片，大家是不是感觉这种是灯光来给它造成这样的？它本色就是这样，上面是黑色的石头，下面形成这样的东西，太奇妙了啊！你看看啊，哇，里边就是像仙女一样，到处都。哇，这个地方美。你说不进入洞来，哪里看得到这种奇观呀？哇，这个好看，这个是真漂亮啊！这个就像一个寿星。哇，下面这个真的有点像观音菩萨，像观音，这个有点像。在这。那些身边像那些如来佛啊，还有什么那些，带小孩在往这个高处在爬。看那上面的一小孩。啊，一直爬到顶上去。就像菩萨树，哎，就像这个人不断的从小孩开始奋斗一样嘛，就通过这根菩萨树慢慢往上爬，爬到顶端就成功了。哈哈哈。哇，这下18罗汉了嘛！好漂亮。尤其是这根柱子啊，长这一片柱子啊，好高哦！天哪，太漂亮了！这一棵柱子好形象啊，你们觉得像什么？哎呀，全是这种东一根西一根的这种柱子。哇，太漂亮了！这里面雾气也很大。然后我前方这个东西好神奇啊，中间那像一个碗一样的，然后里面是金黄色的，然后柱子呢它又是那种白色晶体加那种黄色的，很美啊！我这儿过不去啊，要过得去的话，我上面呢就给大家一个特写。我感觉这个石笋柱有点骂人的意思啊，他竖了一个中指出来，大家看这下面有一个手掌，然后给你竖了一个中指，这太好玩了呀！这个东一颗西一颗的柱子，那一颗柱子又是个擎天柱。咱们贵州的地形地貌真是特别奇特啊！外面的话山水如画，地下的话溶洞相连，还有暗河。洞中又有山又有河，太漂亮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到我们贵州来玩哈。贵州是山好水好人好，溶洞也好，对吧？尤其是溶洞中有非常多的奇异景观，是咱们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惊奇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跟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这里发现一个奇特的岩峰啊，就是我后面这一座山峰，顶部看起来的话是一个三角形，它的下方呢有2个洞穴，洞穴里面都有那种几百年前的那种古石墙，前方呢看去又有一点像象鼻子的感觉啊。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形状。我们从空中看的话，这一座岩峰是一座孤峰，四周都是悬崖的这个峭壁啊。你以为这是一座普通的山峰吗？其实不然，一看这个三角形的山体造型啊，就觉得很不普通。整个岩峰的周围遍布有10多个洞穴，并且相通相连。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崖壁上的其中一个洞穴。洞穴的门口啊有2排石墙。那么这个石墙是什么年代所建？建这个石墙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注意看，石墙的边上还留有进出的石门，难道曾经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山体的内部吗？我们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四周，这样的洞穴在整座山体周围有10多个，而且每一个洞口外面都有垒起的石墙，只是年代久远，很多石墙已经垮塌，给人一种很是神秘的感觉。据当地的老百姓介绍啊，山体内部还有暗河，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或许在远古时代没有房子住的时候，整座山体内部应该居住了不少人吧。我们再来到山体的顶端，竟然发现山顶有一个天池。这座山体周围啊遍布山洞，山体内也是相通相连，还有地下暗河。那山顶的天池水是怎么来的？难道连通着地下暗河吗？如果是，那就相当于天池和地下暗河间是有管道相通的。这样的地质奇观真是让人称奇啊！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让人叹为观止。感觉这一座岩峰内部会有很多秘密可以探寻，或许会找到一座地下宫殿也说不准。